大家好哈，这里是 CLC 投资理财频道，今天是2026年5月7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样是投资第一堂课，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今天讲第三章哈，第三章。那在开始之前，我让你们看一下，今天真的是市场上涨的有点还不错了哈。你看这个 QQQ 可以涨2%啊，2%，这个指数涨2%是相当少见的哈，所以市场会一直涨不停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犹豫哈，在市场里面要买进就是立即市价买进。最近太多朋友一直在问老师，我现在涨，我要买杠杆基金，我是不是等下跌再买？我资产配置433，我是不是不是？或者是大家知道哈，资产配置不是这么重要，大概就好，那很简单就好，也不用配杠杆基金。但重点是要立即马上哦，有钱就买，立即马上市价买进，单笔就买完就好了。重点是打死不卖就好了哈。好，先开场，先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市场你不能等待哈。好，这个我们第三章了哈。第三章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资产配置。资产配置现金是空气哈，所以你一直犹豫要不要买进去，你不如留足够的现金，你认为安心的现金部位，其他就是立即市价买进就好了。所以资产配置其实是点缀啦，是点缀啦，重点是你大概模糊正确，资产配置做好了就赶快下去了，就这样子哈。那我们一路走来，从2018年公开开始上课到现在，都是建议大家立即市价买进。那其他的你要分批，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哈。当然，你觉得分批会比较舒服，可是分批就是绩效比较差嘛，这个是已经是学术上都已经证明过了。哦，重点不在于这个分批，重点应该要立即市价单笔买进。那你只是说要买进的要立即马上买进，剩下的你如果担心市场的波动，你就留现金就好了。哦，就这样子。资产配置最重点就是为什么要资产配置？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就是要活着了，就是说市场你要每天都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市场明天就会跌掉80%，跌掉80%，或者市场明天腰斩，或者是突然之间这个地球上有人发射核弹，突然之间整个市场停止了。那这个意外比明天早到。还有今天我看到一个邮件，有一个朋友，他爸爸昨天中风，那脑部就是脑中风。后来医生说那个大动脉可能要装支架，那差不多台币100万左右。那你如果没有现金，那你怎么办？那你如果市场又下跌，你怎么办？你如果市场你有意外需要拿一笔钱，还好现在市场是上涨，那你可能还可以去质押借款。那如果现在市场刚好跌掉80%，那你又意外来了，那你又没留现金，那你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留足够现金，因为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会先到。那很多人会讲啊，留现金就没效率啊。对，我也知道。可是你是想要平稳的
度过，还是要加速前进，而冒着可能出车祸或可能整个船会沉下去的风险。我想大家应该要安全抵达目的地为主要的资产配置的设计了哈。还有常常有人要来问老师，我这样资产配置可不可以？我那样资产配置可不可以？其实资产配置是蛮个人化的，我们跟大家讲大概就这样子。可是我只会跟你讲哦，这辣椒很辣，那这个醋有点酸，这个糖是甜的，哦，那这个盐巴是咸的，哦，那酱油是香的又咸的，啊，等等等。那你要加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资产配置，我大概给你知道哪些指数它的成长率是多少，QQQI 的股息配发股息折利率是多少，那现金就是央行的隔夜拆款利率哦，那 QQQ 成长率年化报酬差不多12到15%，QL QQQI 这个股息差不多一个月1%，哦，就这样哦，所以大概那你自己开始，因为这些调味料，因为这些主菜配菜，那你就自己配出你所需要的，所以每个人都资产配置都不一样。你不应该问你要什么样资产配置，就好像你吃牛肉面，你吃面，你不会来问我说：“老师，我要加多少辣椒？要帮我加醋，你帮我加那胡椒粉。”哦，不会嘛？所以你要我帮你配资产配置，我其实不应该帮你做了，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调味料的作用，那你要自己调配。我们这里会谈两个资产配置了，一个就是还在上班的人的资产配置，还有已经退休的人需要现金流的资产配置。那今天大概我不会像过去我们这个几百部影片在讲投资理财、资产配置、杠杆基金呐、还有什么聪明债，这些都不谈了哈，因为太过于复杂了啦。那一般人是不需要了哦，一般人不需要。那你们如果想要多知道一点，那当然你就自己去学。那不然的话，今天这个资产配置应该是适合99.99%的人，就可以很简单模糊的正确就可以用了哈。我希望简单才是正确的解答方案。我们人生就不应该太复杂哦，你任何事情不用太复杂，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烦恼，那不用想未来一个小时后的事，过去已经发生的就给它放掉。还有最近比较多的就是有些太太做投资，那先生知道了就很生气，还提要离婚，这个都不好。如果你发现你先生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对你的投资非常反应激烈，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跟他谈投资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如果说你现在要卖掉，哦，比如说3月大跌的时候，那当然那些不同意你投资的人会叫你现在赶快卖掉，你不卖掉，我要跟你离婚。你唯一的回答不是跟他争辩，哦，我们跟大家讲不要争辩，你回答就是说好好好，我会做，我会做，那你做不做再说吧，哦。
你口头上、表面上都要说是好，你是对的，就这样。那因为你的账户他又看不到，所以他觉得你都听他的话了就好了。等到你有上亿资产的时候，我想他也不会再找你离婚了啊。所以，嗯，有时候不要起冲突，你不要一直在他前面想要教他或者想要改变他，不容易了，不容易。所以。那个固化的思维，你要去改变它，没有不用哦，不用，我们不要去改变别人，你就做你的事。甚至有时候我说夫妻之间要碎碎念，可是你如果一念他就开始发飙了哈，那就开始准备要离婚了，那就不要了。那这避免这件事情，避免冲突很重要哈，避免冲突，那你就说好，同意，没错，你说的好。就这样哈。有时候表面功夫做好就好了啦。那有时候有的父母说：“哎呀，我很担心你去借信贷或者房贷去投资。”哎，那长辈的担心，你要知道他是实实在在的担心，所以你可以去借钱投资，可是你在他表面上，你还是要跟他讲。好的，没错，我会小心哦，那可能就不借了。那你实际还是去借了，只是说一定要让父母亲安心嘛，哦，啊，不要一直强迫他接受你的观念。好，免责声明了哈，这个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也不是专业的税务人员，所有的投资都有可能在短期波动中损失，大家一定要理解哈，自己学习，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好，这里我们讲的现金是空气，投资要活着，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资产配置，你一定要有现金。哦，现金一定要，因为下一秒钟你可能需要100万的医疗费用。所以还在上班的，因为你可能还年轻，可能还有爸爸妈妈，那你留半年的到1年的生活费，其他的就立即马上全部买进 QQQ，台湾就是0066，中国就是513100。最近中国很多朋友来谈，就是要场内场外的问题，我还是再讲一下，你最好买场内的。那场内有溢价没关系，不要再来问溢价的事情了，好不好？溢价不要理会，你就是溢价立即市价买进，它可能溢价一辈子十几20年都会溢价的。你为了溢价不买，那它一直涨啊。你为了溢价10%你不买，最后来涨翻倍了，你还在等溢价缩敛，那没办法了。溢价10%，可是它永远都溢价，市场涨100%，你也是赚100%啊。溢价跟获利就没有关系哦，不要因小失大。那有的人就很奇怪了哦，他老师这个国内这个有溢价哦，那我是不是去香港看？不要了啦，你就连这个溢价小事情你就不愿意去克服了，你去香港何必呢？在台语讲这个钓哥倒菜刀，就是这个多此一举啊。还有的人因为说老师那个这个场外的没有交易费用，场内的有交易费用，我是买场内的，场外的嘛，那场外的又有限额，那你要什么都要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啊，就说啊，我这个很介意这个手续费啊，我去香港开户吗？你看嘛，这个就是脑袋不清楚哈，脑袋不清楚啊。这个为了一点点小费用，要跑去香港开户，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到底的脑袋在想什么？
所以大家要记得，人生没这么复杂，投资也没这么复杂，简单就是最好的解答。当你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在中国或者你在台湾，那你买进什么样的买进最方便，你就用什么样的方式买，不要考虑费用、手续费这个事情，那个都不值得你去考虑，就是立即市价可以买到的就对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买卖都一样，立即市价买进。你卖房子也是一样，立即市价卖出，有人出价你就卖，就这么简单。那你说，那这样我都多亏20%，多亏20%就20%嘛？你看这个市场一涨，这一个月就涨20%了。对不对？所以你越计较，你损失会越多。无论在人生上面，或者是在投资上面，你越考虑越多，绝对是失败的，绝对是错误的。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人生没有那么难啦，所以有的东西该放掉就放掉，该牺牲就牺牲，那个都你越吃亏，你越占便宜，这个绝对你取得人生半日闲呐、比如说我应该要省钱，还是要多花一点钱，让我很方便的抵达目的地。那我要斤斤计较这个旅馆的费用，那我可以看看调整一下，能够省台币1000块，没有必要，那个都让你伤脑筋，一伤脑筋你就细胞就死很多，你的这个毒素就来了，压力就来了，那这样子得不偿失了，所以用钱去买快乐，用钱去买时间，那用钱去减轻压力，这是我们富有的思维该做的。所以你不要去计较什么投资交易费啦，投资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去计较那个交易费跟溢价这种事情。交易费也不过0.5%最多吧。哎呀，要赚几百亿的人，干嘛斤斤计较几十块钱的东西呢？大家要培养富有的脑袋，懂吗？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几百万都是小数字了，不要去计较了，因为你会有10亿。现在我们讲的是10亿，是大家都做到了。再来过一段时间，你会看我开的讲义、开课是价值100亿的。你不要我在讲价值100亿的投资第一堂课的时候，你还在斤斤计较那几千块台币的事情，好吗？不要了。要活出快乐的人生要活出没有压力的人生哦。好，所以在上班的人就是留半年到1年的生活费，其余都立即市价买进。已经退休的人除非你看是要投资高股息，还是你不用投资高股息？不管怎么样，你的资产配置就是要有20%到30%是在现金部位那后面我会再解释你在这里看不懂已经退休的资产配置，我在后面会跟你们说明。很多人会来问老师，我要单笔还是分批啦？所以我这里说单笔分批这不是重点啦，应该是要单笔立即市价买进了，重点是要做资产配置。那资产配置也是模糊正确就好，重点是要留足够现金，这重点要抓住，重点要抓住，懂吗？这是我在跟你说，OK，重点要抓住。单笔投入很重要，资产配置模糊的正确哦，留现金是重中之重。OK，好，我们的投资就是要很简单，你做好资产配置之后，就是单笔一件
市价买进哦，单笔一件市价买进。所以我通常投资买进都是一件就买完了，就是立即市价买进啊，我就不知道还有那么需要纠结的。所以现在开始不要再来问单笔或分批了。最近已经有很多人被我骂了哈，就是说你来问我单笔还是分批，老师我要等下跌再买。我就把你踢回去哦，你这个好好看我们影片，看1000部影片之后再来问这个问题。还有人就是来，老师你不担心美国的这个赤字的问题吗？啊，老师，这个中东还在打仗，啊，老师，这个我是不是应该要等下跌？现在已经高点了，我要等下跌再来买杠杆基金。我要做配置433，我40%是已经买进去，我30%的杠杆基金是不是要等到下跌再买进？你问这种白痴问题的人，我一个就把你踢回去。我跟你讲，你就是不要把愚蠢当有趣，懂了吗？不要把愚蠢的问题当有趣，懂了吗？你如果不自己好好研究，那你就好好把我们这个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看完，照这个简单的方式去做，你什么都不用学，你把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好好看完，很简单的照做就好了，不要去管市场，市场涨跌跟我们没关系，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懂吗？好。好，我们进入资产配置哈，作为已经退休的，而且你资产是够多的哦，比如说你的资产是年开销50倍，也就是说你一年需要10万，那你有500万，那五百万你每年可以用2%，500万2%，那你提领率就是2%。那你如果一年要15万，那你五百万，那你一年要提15万，那你的提领率就是3%，就是500万乘上3%，就是15万。哦，这提领率是这样子。好，只有资产够多的人，也就是资产差不多是在50倍或年开销的33倍的人，那要用这下面的资产配置哈。就是每个月你要提领2%，那你资产配置就是80%的 QQQ 哦，就台湾就是00662，中国就是513100，那澳洲啦、欧洲啦、那加拿大有自己的，你再去知道哈。另外20% 就是要留现金哈，现金那现金当然就放在短期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基金哈。不要再来问说，老师，我现金可不可以去买高股息啊？现金就是现金啊，不要自作聪明啊，去买高股息。那现金在美国就是 BOXX，或者是 SGOV，或者是还有 SWVXX 啊，那比较少人用啊。那个股票质押需要提高资产的人才需要用。那台湾的就是00865B 哦，这个多个00865B。那中国的话，可以用易方达的这个161115哦。好，那如果提领率需要多一点的，要3%的人，那资产配置就是70% 的 QQQ 00662或513100，现金要30%，那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哈，一样 BOXX 或者是 SGOV 在美国，那在台湾就是现金部位就放在00865B 哈。好，这个是已经退休的，那资产比较多的人。
那这个就是我们模拟过的结果了。那你看这个都可以活得还不错，80-20或70-30。可是你提领率超过3%，就是比如说你要提领3.5%的话，那你的资产配置要35%，那这样65%，那这样效率不高，我就不建议35、65的，就是35% 的 QQQ，65% 现金，这个效率不好哦。所以我们就是你如果提领率在2%或3%的，那你就用80-20或70-30就好了。超过3%的，那你要用另外高股息的资产配置哈。已经退休提领率在2%到3%，质押借款的资产配置。假设你想要质押借款，那你一样每个月提领2%的，你资产配置一样80%分20%啊。那每年再平衡，好，每年再平衡。这个应该是要聪明再平衡了，这个应该要聪明再平衡，每年要聪明再平衡。每年聪明再平衡，聪明再平衡很简单了。没有，这个应该是不用聪明的，因为你这里你没有杠杆基金，不用聪明再平衡，就是一般的再平衡就好，这样简单哈。所以你就是80-20，那你股票只要借款，那不用，就是每年还是平衡回到80-20就对了。那你如果每年要质押借款3%的话，那你就用65-35，65%的 QQQ。哦，那中国是没有股票质押了，所以这里写中国5131的中国没有股票质押，就不用考虑这个哈。那35%的短期债券，那这样可以质押借3%的股票质押借款，它每年做再平衡，无脑再平衡的就可以了哈。无脑再平衡就好，不用再平衡。我们现在投资都改得很简单了哈。一般人你如果没有什么花俏，就用这样就很简单，你也不用再去学什么其他的。我们已经把整个资产配置，不管质押不质押，都弄得很简单哈。这个就模拟的结果，你如果80-20借2%，如果65-35借3%，那你要借4%，你要50-50，那就没有效率了。然后，当然你说我还是要股票质押借50-50，就借4%也可以了。可是你的资产配置就是要50-50。那你用30的原型、70的现金，你可以借5%，可是你的资产可能就增值的很缓慢，就没有必要。你可以用下面这个不质押借款的，那可以用高股息来取得现金流的方式哈。好，后面就是你资产不够，而且你每年提领率超过3%的人。你就是要先计算出每年的开销，再从每年开销计算出一个月的开销。那比如说你一个月需要5万，一年要60万，一个月要5万台币的人，那你就要5万乘上100倍，那你就要有500万，先要放在 QQQI，每个月拿到1%的股息过生活。所以你把它以每个月需要的生活费乘上100，就是你要放在 QQQI 的。之后剩下的70%跟30%，做好资产配置，剩下的投资完 QQQ 跟 I 之后，剩下的资金你70%投资 QQQ 00662，30%投资货币市场基金00865B 这样就可以了。那因为你是股息嘛，你已经有股息过日子了，所以其实你不会从这其余的资产70%、30%拿来过生活，所以这个70-30未必需要再平衡了，不需要，因为你就不要动它了，你当做这个是一个资产增值的加速器。
大部分这个应该都会变成遗产的这一部分，因为你 QQQI 部分就足够你生活了嘛，吼。除非你有紧急需要100万、200万，那当然就是从这70%、30%这里面去花用。哦，这个就是你提拨率超过3%的人的资产配置。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都这样就讲完了了哈。那很简单，资产配置没有什么复杂，我们也不配杠杆基金哈，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也不用叫聪明再平衡，你就是如果有股票质押，你就无脑再平衡就好了。哦，那今天就到这里。那留言板有我们的讲义，哦，可以去拿。那因为有人说他要给小孩子看英文，那因为那个谁，陈峰那边都有把我们的影片翻成中文的，把那个语音的内容转成文字，所以我建议你们去那边拿他的文字稿，那可以。我有机会尘封做完，我会把那个文字稿贴到留言板。你把那文字稿给它拷贝下来，请那个 ChatGPT 帮你翻成英文，啊，你就可以提供给你不懂中文的小朋友或朋友看哦。我想这样就好了。我每次要去帮你转英文档，有点麻烦了哈。我会把尘封的这个转档的资料哦，文字档的资料贴上来哦，可能晚一天吧，因为尘封也要处理一下才贴上来。好，那就先这样。如果有问题的话，写 email 给我，或者在 YouTube 留言。那我们今天的资产配置的分享就先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要谈的，再想想看有什么可能我们要讲的是世界金融吧。哦，那和如果还有其他你们想听的、想要知道的、想要让我放在第一堂课说明的，那你们可以留言哦，或写 email 给我，那我再考虑把它做一个 chapter 来说明。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谢谢大家。